大家好，我是 Manso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生活中，你是不是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困惑呢？譬如对于自己的工作谈不上特别喜欢，想要换工作，却又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。譬如做事不喜欢麻烦别人，却又因为不太懂得拒绝他人，让自己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杂乱的琐事中。譬如在与人沟通时，有些问题不经大脑就脱口而出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。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一本很棒的书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。这本书的作者史蒂文·科维博士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发现，总是消极被动，工作中主次不分，遇到困难喜欢逃避的人很难获得成功。反之，能拥有以下7个高效能好习惯，并将其应用于生活之中的人，就能赢得开挂的人生。积极主动是高效能人士的第1个习惯。积极主动的人会把着力点放在自己的影响圈，专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他们拥有选择的自由。而消极被动的人，他们面对问题和挑战时，习惯强调客观原因，怨天尤人，不断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，习惯等待他人的安排。作者曾带过2个徒弟， A 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，而 B 是初入职的新员工。 A 虽然经验丰富，但对于新设备的操作有畏难情绪，常常抱怨自己年龄大记性不好，没事时就刷抖音，从来不会主动去练手，总是习惯性犯错。而 B 工作一有空闲，就会询问作者是否需要帮忙。每当作者进行仪器操作时，他也在旁观摩学习。经过一段时间演练，他进步很快。生活中，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？如果你是消极被动的人，不妨利用30天时间践行积极主动的习惯。比如你可以尝试主动推销自己。当你有了积极主动的习惯，你就拥有了所向披靡的勇气。以终为始，找寻你真正的愿景。奥利弗说，和内在力量相比，身外之物显得微不足道。以终为始是高效能人士的第2个习惯。它是指我们可以通过内心驱使，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，确定自己真实的愿景。比如你可以给5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，描述5年后自己的生活状态。你可以想象和先生一起伫立在海边看日出，想象自己在晨曦中品茗桂花茶，翻阅闲书。当你每天把当下所做的事情与未来的自己进行连接，你就不会偏离自己制定的人生轨道。当你能以始为终，固守住自己真正的愿景，并勇往直前坚持到底，你的人生也将变得更有意义。要事第一，让人生更有效率。歌德说，重要之事绝不可受芝麻绿豆小事牵绊。要事第一是高效能人士的第3个习惯。它是指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1位。它是习惯1和习惯2的具体实施。记得作者的一位朋友是位部门主管，虽然部门不大，但他管着手下10来号人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每天都非常累。作者建议他可以关注最重要的工作，分担一些工作给部下。后来在看到他时，明显气色比以前好了很多。原来他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路，不再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开始懂得根据下属的特长合理分工，并制定任务的完成期限。如今的他，人生效率提高了，人也变得从容了很多。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把日常的事物划分为重要紧迫、重要不紧迫、不重要紧迫和不重要不紧迫4个区域。如果我们能避免陷入第3和第4象限事物，把主要精力放在第2象限的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上，并即之即行，懂得授权，就能以20%的活动取得80%的成果。有效管理生活，实现效能的最大化。双赢思维，让情感账户增值。孔子说，己欲立立人，己欲达达人。双赢思维是高效能人士的第4个习惯。具有双赢思维的人，把生活当作一个合作的舞台，而不是决斗场。作者有2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馆，本来生意挺好的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2人闹翻了。一个朋友拿了分得的钱后，在对面也开了家餐馆。2家餐馆常常为了抢生意互撕，
门庭日益冷清。后来俩人冰释前嫌，决定要合作双赢。两家自从经常联合起来做活动后，客源也渐渐多起来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没有永恒的利益伙伴，也没有永恒的对手。如果你能将共赢思维运用到生活中，你会发现你的情感账户不知不觉开始增值了。知彼解己是有效沟通的关键。知彼解己是高效能人士的第5个习惯。把知彼解己这个词拆开来看，知彼就是先去理解他人，而解己就是在理解他人的基础上，让他人也理解你。很多人总是习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于人，这种自传式聆听很容易陷入沟通的瓶颈。那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要学会移情聆听。譬如你在厨房做菜，一不小手被热油灼伤了，看到老公轻松自在地看电视，你气不打一处来，对老公吼道：我嫁给了你，也真是到了8辈子没了，看我被油灼伤了，你也不管。老公上了一天的班也很累，听到你这样的训斥，自然也不会搭理你。如果你这样说：亲爱的老公，我的手不小心被热油灼伤了，你赶紧过来帮帮我好吗？当你能从理解对方的前提下，清晰表达自己，老公自然也会理解你，跑过来帮你。在人际沟通中，如果我们能遵循移情聆听这一法则，就能让人际沟通越来越和谐。统合综效是一种双赢式合作。统合综效是高效能人士的第6个习惯，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合作，是1+1大于3的合作模式。比如开展头脑风暴时，不同观点的碰撞，集思广益，能为团队输送新的想法，让团队迸发出新的能量。统合综效的另一个原则是寻找第3条道路。比如双休日，刚熬了通宵的你正准备休息，却被隔壁的琴声所惊醒，于是你敲邻居的门，请邻居不要让孩子拉琴。可到了第2天，你再一次被琴声吵醒，因为这件事邻里关系闹得很僵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你可以这样寻找突破口。首先，你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去聆听你邻居的诉求和需要。同时，你也可以告诉邻居自己有神经衰弱症，所以对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，寻求他的理解。接下来，你可以建议邻居带孩子去琴行学琴，那里有老师指导，有助于孩子琴技的提高，这样你的睡眠也可以不受影响，还和邻居处理好了关系，皆大欢喜。生活并非只有你赢我输，你输我赢，找出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，能为你的人际情商加分。不断更新，平衡提升你的生活。不断更新是高效能人士的第7个习惯。当今社会瞬息万变，要跟上时代节拍，我们必须不断更新自己。史蒂文·科维博士指出，我们可以从身体、精神、智力和社会情感4个方面展开，来完成自我提升。比如在身体层面，我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，早睡早起，饮食均衡。我们可以通过跑步、打球、瑜伽、跳舞这些有益于身心的运动，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、毒素的排出。可以在睡前坚持拉筋，疏通经络，让身体保持柔软。在精神层面，我们可以常常与自己对话，比如可以养成记录生活的习惯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节奏。在智力层面，我们要养成深度思考、终身学习的习惯，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读书和写作，不断提高自己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。在社会情感层面，我们要保持与他人的良好互动，比如和朋友一起吃个饭。梭罗说，生命并没有价值，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。没有哪一个地方有幸福，除非你为自己带来幸福。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环环相扣，相互关联，帮我们实现了从依赖到独立，从独立到互信的转变。如果你想过不依附、不浮躁、不凑合的生活，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。愿我们都能将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应用于生活当中，成为一个自立、自信、富有的人，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或者所说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定期在 YouTube
和大家分享自己关于财富思维、自我成长等知识。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前进的动力，谢谢。不再重要，过去已过去，谁能够计较所有问号？既然没答案，不如把它变成最美的句号。从前的伤痕已经不会再疼，那是我的回忆里永远亮着的灯。我以为我们看见了永恒，原来只是过程。你没有责任，就把它当成写坏了的句